皇帝，为娘我做得心安理得。从今以后，我大周再无冤狱。邱教女，你不辱使命，本相自不会让你受死。谢裴相不杀之恩。本相不杀你，未必天后陛下不杀你。本相先将你外放3000里外，你须谨记，离贤之死，你定要缄口莫言。如若不然，何人也救不了你。下官谨记。即刻启程，无本相之命，不得擅动。放人。是。天后陛下，裴相如何答复？微臣赶至裴相府中，但裴相已去大理寺狱中。邱神基何在？邱神基已被裴相外放，现已在外放途中。命案尚未审结，为何将人放逐？裴相认定李贤乃自绝身亡，邱神基不过有失看守不严之责，故罪止外放。这其中定有原因。魏公公，老奴在。朕令你明察暗访。朕要知道是何人对贤儿下此狠手。老奴遵旨。文儿，哀家，你提不得笔了。你替哀家为贤儿写一篇祷文。是，天后陛下。臣等恭请天后陛下保重。庆平身，
谢天后陛下。谢众位爱卿，哀家之子已随先帝而去，死者已矣，唯留生者烈痛于心，痛定思痛，哀家决定护佑诸皇子，传朕之意。擢封皇子上金为泽王，皇子肃节为许王。另外，均州乃蛮荒之地，不立庐陵王显读书，改迁房州，令其自安。狄大人，末将徐元伯参见。徐将军，狄大人有何吩咐？庐陵王虽被处放逐，但自此一事，他将成为日后无数事端之中心。尽忠者也好，谋逆者也罢，皆会以其为治。故庐陵王此行及日后安危，诚系我大唐长久安平。徐将军，你要将庐陵王严加护佑，不可有半分闪失。徐元伯不才，但蒙先帝倚重久矣，自知竭尽此生也难报隆恩与万一。护佑庐陵王之事，末将一直干系重大，请狄大人放心，末将绝无丝毫懈怠。好，徐将军，将来我大唐若仍有兴盛之日，你徐延伯徐将军当为首功之臣。狄大人所言，末将谨记。庐陵王李显，儿臣在。你可知罪？儿臣知罪。朕命你依孝赎罪，随圣上护送先帝灵柩返回长安，归葬千里。儿臣叩谢天后陛下隆恩。婉儿，微臣在。拿来。
贤儿，这是为娘为你父亲所写之，告宗天皇大帝爱曾问，你将它写在你父皇灵前，书生祭碑上吧。儿臣遵旨。走好吧，我的夫君。因公久违了，裴相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请。请。因公可是要返回任上？正是。临行之前，在下想与裴相直言胸臆，不然敬业会如鲠在喉啊。请因公直言。如今朝堂已落入妇人之手，每思至此，敬业即气血盈胸，大有社稷将亡之悲呀。因公意欲何为啊？敬业欲效先祖，立秦王之勋，做匡父之臣。不可不可！因公年轻气盛，力拔山河，其英雄气概不同于凡人，不愧为李世基大人后代。但请听裴某一言：方今天下朝鼎未定，因公切不可急于此一时，须知以屈求伸之理啊！裴相于朝年深日久，在下知道裴相早已将日后之事谋划在胸，但我乃大唐第一功臣之后，我一家命系大唐，大唐兴而我家兴，大唐灭而我家亡，故而当今太后趋云蔽日，在下绝不能做官。本相已听闻，你于京城宗室宗亲之中广布言语，意在举事，可否是真？在下若真行此事，还望裴相于朝中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既不听本相劝告，如何还指望本相助你？在下欲行此事，乃置身家性命于不顾，裴相何故如此畏首畏尾？是因裴相欲行妇人之仁，还是那妇人已应你旷世荣华？因公如此说本相，本相亦不与你计较。本相所思者，天下大计事也。但本相仍要告诫于因公，切不可贸然行事。太后临朝，乃情势无奈所迫，必不长久。请因公先至任上，容本相在朝中运筹，不用多久时日，既有传报佳音。既如此，在下告辞了。公元684年，武天后将高宗李治归葬乾陵之后，改元光宅，将洛阳由东都更名为神都，
一旗帜为金色，一切意味着新朝伊始。先祖与大唐3代皇帝共同创下之江山社稷，竟落入一妇人之手，牝鸡司晨，乾坤倒转。我等若不能将乾坤扭转，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兄长之言甚是，与其在此忍气吞声，不如我等揭竿而起，做一番惊天动地之事。离东都之前，我曾至裴相府中，无奈裴相畏首畏尾，我与这般保奉守路之人不可通道。我等随我等之意举事，不必顾及其他。兄长举事，须令天下皆知。我等应写一篇讨逆檄文，以告天下。在下9承英国公恩惠，无以为报。值此匡复社稷之时，在下愿效微薄之力，讨武士之檄文，就请徐大人交由在下执笔吧。亡羊卢络，才欲还中。先生愿意执笔此文，实乃我徐某之大幸。来，请速速写来。宗室与武天后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唐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英国公李绩的嫡孙徐敬业在扬州打出了匡复大旗，将矛头直指武天后。一时间，朝野震悚，浊浪翻空，人们想象不出銮座之上的武天后作为一介女流，如何应付眼前如此惨烈的局面。天后陛下驾到！臣等恭请天后陛下议安。众爱卿，平身。谢天后陛下。扬州徐敬业拥兵违逆，众爱卿想必已经知晓了吧？回天后陛下，我等正为此事忧心忡忡。徐敬业起兵之前，曾向各州各县广发讨伐哀家之檄文，众爱卿可否读过？檄文何在？回天后陛下，檄文已在老奴手中。婉儿，微臣在。念来听听。婉儿，哀家要你念来听听，为何不作声？天后陛下，这讨伐哀家之檄文，自然通篇皆会是辱骂之言，平常的很。念。伪临朝武士者，性非和顺，帝时韩威，西充太宗下臣，曾以更衣入仕，既乎晚节，秽乱春宫，密引先帝之私，因图后庭之弊。哼，这些人心地卑下。哀家当年做过太宗皇帝后宫才人，
众所皆知。何言密隐？太宗皇帝宾天之前有过口谕，将哀家赐予先帝，何言秽乱？文章做到淫邪地步，枉费一生所学。念。入门见疾，峨眉不肯让人。让人？哀家若是一让再让，还有哀家今天吗？念。眼秀宫缠，狐媚偏能惑主。此人好不小事，身于嫔妃之礼，侍奉君王之侧，令龙颜欢悦，乃嫔妃本分。若不取悦于君王，难道日日令君王生厌不成？哼，真是笑话。念。见元后与徽敌，献武君与巨优，加以会议为心，豺狼成性，尽侠邪佞，残害忠良，杀子屠兄，弑君震母。神人之所共极，天地之所不容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只要能激人义愤，出言无所不用其毒。念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以亡。燕卓皇孙之汉作之将尽，龙池帝后是夏廷之巨衰。好文章！如今我等身临乱世，既要做平乱世之霍子孟，又要做匡大卫之朱虚侯。敬业，皇唐旧臣，公侯家子，奉先帝之遗训和本朝之厚恩，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遗也。原君山之流涕，其徒然哉？是用气愤风云，治安社稷，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内之推心，远举义旗，以清妖孽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。阴乌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好大气魄呀！可惜呀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公等或居汉地，或谒周亲，或应重寄于华严，或受故命与宣誓。言犹在耳，终起妄心。一抔之土未干，6尺之孤何托？写得好，这乃天下奇文。此文为何人所写？回天后陛下，此文为徐敬业帐下骆宾王所写。骆宾王？可是王杨卢骆4人中之骆宾王。回陛下，正是。好文章，大手笔。此文言辞虽显乖张，但仍可谓千古奇文。此人现居何职？回陛下，骆宾王追随徐逆，已属罪大恶极，又写下如此恶文，更是恶贯满盈。无论现居何职，都应处之论罪。哀家问你，骆宾王现居何职？你回答即是。
回陛下，骆宾王被徐敬业收为帐下主簿。有如此才华，只做得一个小小主簿。此人若为我所用，则是朝堂之幸事，令此人流落于草莽，最终为贼所用，实为宰相之过。请天后陛下恕微臣失察之罪。徐敬业谋逆，已成张狂之事，若不即刻平之，则天下庆然极乱。众爱卿有何良策？天后陛下，此时国事之重，乃在平乱除逆。臣请天后陛下降旨，速派精兵良将，灭逆火于尚未燎原之际。天后陛下，微臣复以狄大人所言，微臣自愿请缨，即刻驰往阵前杀敌，不将此区区叛贼剿除殆尽，魏元忠甘愿提头来见。慢。裴爱卿，你有何良策？天后陛下，当今之事海内犹急，请天后陛下恕臣斗胆直言。欲平方今之乱，唯请天后陛下退还后宫，还政于地，则不需一兵一卒，内乱必平。当初劝哀家临朝者是你，劝哀家废帝另立者是你，如今声言哀家退位，方能平乱者还是你。你裴炎如此出尔反尔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天后陛下，当初天后陛下若不临朝，则大唐江山将亦归韦氏，故微臣劝陛下临朝。当初若非废帝另立，则朝臣无以归心，故微臣劝陛下废帝另立。如今新帝在位，而不得亲理朝政，则天下人心尽失，故微臣劝陛下退位，还政于地。裴炎心中只有大唐正统，不存半点私心。微臣自知此言必触怒天后陛下，但微臣不能不言，请天后陛下明察。裴相此番言语，令哀家仿佛得见当年上官仪大人身影。当年上官等人力主废后，先帝乾纲独断，救哀家于水火。如今先帝辞世，尸骨未寒，朝堂之上与扬州城下既里应外合，仍是要将哀家逐出朝堂而后快。哀家朝侧夕替，鞠躬尽瘁，为江山为社稷不知倦怠，不计荣辱，如何竟开罪尔等？哀家倒要问问尔等，如何视哀家如眼中之钉，如肉中之刺？微臣已经说过，裴炎心中只有大唐正统，不存半点私心。你将哀家除掉之人，皆以不存私心为由。以哀家所见，你以此国难之时，
向哀家发难，欲将哀家逐出朝堂，其用心乃欲挟制幼帝，独揽朝权。你裴炎枉负先帝重义之托，浊浪袭来，内外呼应。朝外有徐敬业，朝内则有你裴炎。你既欲颠覆朝堂，哀家岂能容你？殿外羽林军何在？回天后陛下，羽林军皆在殿外听候天后陛下遗旨。将裴炎拿下，拘押候审。是，天后陛下。来人，还有何人想力劝哀家退位？可与裴大人同去。传旨，速令兵部发令，命前军大总管程务挺即刻出兵平叛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遵旨。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何在？臣在。右御前卫大将军魏元忠何在？臣在。命李孝义为后军大总管，魏元忠为副总管，随时准备做后续接应。微臣遵旨。我朝堂内外须同仇敌忾，勿将逆乱剪除，还我大唐清平世界。程将军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启禀程将军，朝中急报裴炎获罪，已被天后陛下罢相拘押。兵部急令程将军即刻挥军讨伐徐逆，不得有误。裴相何罪之有？末将听闻裴相欲请天后陛下退位，以平徐敬业之乱。天后陛下震怒，故而将裴相罢黜。这个裴相也太操之过急了。听令，末将在。大军不动，待本总管奏请天后陛下之后，再行定夺。徐敬业叛军日行百里，迫近洛阳，将军若再不发兵，只恐军机错过，那可是死罪呀！我与裴相乃生死之交。先帝此事，朝中文有裴相，武有本帅，文武相济，朝堂自安。如今裴相遭难，我绝不可坐视。我要请天后陛下降旨，令裴相重返朝堂。程将军，眼下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。裴相之事，待将军拿下平叛讨逆这份功劳之后，再奏不迟啊。若朝堂之上没了裴相，我与武夫即独木难支。我意已决，尔等不必多言。将军，再有人与本帅生言进军者，定斩不饶。天后陛下，程将军大军现至何处？程将军尚未进军。却是为何？
程将军自大营之中送来一份奏表。念。前军大总管程务挺败于天后陛下阶前，臣闻明君必责贤臣，而今我朝堂之上为裴相，乃天后陛下之立鼎之臣。陛下若舍裴相，如欲求度而舍周吉是也。故臣请天后陛下收回成命，将裴相放归朝堂，以利我等共效秦王之力。不必念了。召集众臣，朕有话说。当此生死存亡之际，程务挺不思躬身报国，反依徇私，以国难相胁于朕，朕实在忍无可忍。裴少爷何在？微臣在。朕命你星夜前往程务挺营中，将其就地正法，以正郡位。天后陛下，你有何言与朕？程务挺治军日久，于军中广具声威，臣担心大军在外，若闻大将遭戮，臣恐军心有变。若如此，则大局不可收拾啊！我大唐之君，乃国基之砥柱，军事久慕皇恩，众将常思报国。此军非程务挺府兵，将士非程务挺家奴。爱卿只要对将士晓之以大义，将士必心怀大义，即刻前往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遵旨。天后陛下，裴少爷快马来报，已于昨日力斩程务挺于军中。军中将士如何？军心可闻。军中将士亦以为程务挺无指当诛，故军心尚稳。只是北湖营中闻知程务挺被斩，纷纷弹冠相庆，连日酒席不断，声言从此可直入大唐，再无碍阻。程务挺乃我边关大将，将他斩首，与边关防御确有不利。但程务挺纵容叛逆，其所为对社稷之毁，远甚于外患。此乃大是大非，故施以程务挺，保我大江山，朕亦无悔。魏公公，老奴奉天后陛下遗旨，有言要问裴大人。魏公公若是问在下是否与徐敬业谋逆之事有关，即不必开口。你与徐敬业谋反是否有关，老奴不问。老奴要问之事，你须知无不言。只要不将徐敬业谋逆之事栽赃于在下头上，魏公公今可发问。废太子李贤于巴州自尽，你可
可否知晓？此事在下已然知晓。丘神机前去逼迫于李贤，可是受你指使？魏公公，丘神机去巴州前，确于在下面前受命，但在下曾为李贤太子师，师生之谊尚在，无论如何不会令他逼死李贤，请魏公公明察。老奴再问你，当年李贤因私逆甲胄获罪，乃由你前去查案，私逆之事又由你报上朝堂，而此事，你可否与事先既已得知？在下不明魏公公何意。裴大人，事到如今，你欲令前世石沉大海，则后世必生蒙冤之人。若裴大人尚存些许良知，既应将李贤罪案前后隐情和盘托出，也算大人为身后积一份阴德呀。在下已是获罪之人，且此罪绝无生路可言，故裴炎已知必死无疑。但欲加在下以无中生有之罪，在下实难从命。你曾为废太子李贤之太子师，李贤之所作所为，你应了如指掌。李贤获罪，你有不可推卸之责。你纵容李贤任意胡为而不加制止，及至李贤罪严深重，祸及你身，你为开脱余身，竟竭力将李贤置于罪不容诛之地。时到今日，李贤在，则你裴大人既不得自安，于是你密令丘神机逼迫李贤自尽，以保自身平安。裴大人，你此番作为，自以为滴水不漏，但若人不知，己须莫为，不然苍天有眼，终至暴露。如今已被老奴一一道破，你还有何话讲？魏公公，裴炎身为人臣，亦想于此生之中有所作为，想必魏公公深知在下心底之意。今日裴炎身败名裂，皆因生不逢时，裴炎无奈，只等来世吧。启禀天后陛下，老奴已经审明，李贤之死，确与裴炎密切相关。裴炎对此亦无话可说。贤儿自获罪，到离哀家而去4年了，此中怪事重重。今日哀家终于明白了，